高雄有一家蛋饼店，以彩色饼皮还有创意的内馅打出名号。老板说，看起来很缤纷的饼皮，其实成分都很天然。像招牌的抹茶脏脏蛋饼，翠绿色的外皮是用小山园抹茶粉做成的，里面卷入了蛋皮、起司还有花生酱，淋上了炼乳，撒上一点抹茶粉，口感非常的有层次，口味很香浓。另外这款叫做火龙果芋泥起司蛋饼，桃红色的外皮很吸睛，里头的芋泥馅口感很香绵，甜而不腻。开业2年多，一路走来，从当初的餐车做到了店面，客人始终络绎不绝。蛋饼也要换上七彩衣裳，这家在高雄的创意蛋饼，用天然食材成就缤纷味。我觉得它缤纷，然后包含他们的用料其实非常的实在。其实他们从餐车，其实大概2年前餐车时期，我就妹妹介绍，对，那我就自己第一次来试，那试了之后我就哇，真的很清爽。其实我从他小摊车的时候就开始吃了，然后他每次定期会换不同的口味，就是你每次来都会有不同的惊喜。吸引老主顾的惊喜好料，是老板李诗莹和欧一鸣的心血结晶。2个女生在小小的厨房分工合作，负责监台作业的李诗莹自嘲对美食有强烈的执念。看身材就知道，我非常爱吃啊，就是我对任何新开的店什么的料理我都非常的有兴趣。对，然后小时候我们爸妈工作很忙，所以其实他们也都放我们在家里，我们也都是自己就是煮东西吃。从小就自学厨艺，累积起对美食的敏锐度。古早味的面糊蛋饼更是记忆里的好滋味。小时候家里附近有一间蛋饼店，让我吃的印象到现在都还很深刻。那我觉得蛋饼的话，它可以包含很多异国料理的元素在里面，所以我就决定以蛋饼的话作为发想。所以创业后，他试着将蛋饼变出新花样，将日本小山园抹茶粉调入面糊，做出颠覆传统和风的抹茶蛋饼。其实最早一开始是因为我是抹茶控，然后我就觉得一般的蛋饼皮就是那个颜色，我们觉得很普通，所以我们想要做的蛋饼皮就是分量也很大，就让客人吃起来就很饱，然后颜色看起来也会很满足，就很缤纷。对。翠绿面糊煎成型后，把蛋皮、乳酪丝、起司片和花生酱一起卷入，再淋洒炼乳和抹茶粉。欧一鸣身为食品技师，在开发菜单上是李诗莹的最佳拍档。那时候很流行脏脏包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好有趣哦。那为什么蛋饼不能做成也是脏脏蛋饼？我2个人就爱搞怪。觉得我们2个个性上也还蛮合的，这样想法什么也还蛮接近，所以那时候就想说，既然他是厨师，主要是负责料理方面啊，因为我本科是念食品的。所以那时候想说，那我就是帮他负责他的一些食品卫生安全的部分。新颖的抹茶脏脏蛋饼，亮丽的翠绿色外皮 ，Q 弹又散发茶香，金黄色的起司内馅从切面爆出来，诱人的拉成丝，搭配饼皮入口，香浓有层次。觉得它抹茶很浓郁啦，饼皮也很有嚼劲，就是很特别。很难吃得到像这种特殊的口感，这样。就是它外面有一层抹茶粉，然后配它抹茶蛋饼的那个香气，非常的香。然后它配上起司，里面就是非常的融合，就是抹茶味蛮浓的，会让人想一吃再吃。焙茶酸菜咸猪肉蛋饼，焙茶粉成就深咖啡色外皮，风味浓郁。内馅的客家酸菜咸猪肉，咸香诱人，搭配起司更增添醇厚感。饼皮都是吃得到它的香气，不会像有些坊间的，就是只吃它虽然是有什么口味，可是你吃不到它饼皮的那个味道，或只吃得到浓重的内馅。那你仔细咀嚼它的饼皮的话，还是感觉到焙茶香味跟口味。共同创业已经2年多，原本从快闪摊车发迹，没想到创意的彩色蛋饼一炮而红。那时候没想到一推出，我们好像不到半小时就完售了。其实我们没想到客人反应热烈度会那么高啊，因为毕竟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人有做到彩色蛋饼，对我们好像算是第一间。风靡3多商圈，不到1年就开了店面。虽然获得了成功，但
伴随而来的压力，两人也学习着去调试。到处吃吃喝喝，对，然后顺便去找一些新的灵感。对，我们会去逛超市啊，逛市集什么，去找一些特别灵感，对，就抒压一下。舒压时找到的灵感，就成了每日限定的口味，像是用色香味鲜烈的火龙果入料。想说自己也觉得没有出新品，好像也怕客人容易腻。对，所以我们店的客人好像也被我们养成坏习惯，然后推新品就会一窝蜂冲来。搭配的芋泥馅，特别结合健康养生的概念。一般外面的芋泥啊，我们都觉得它实在是太过于甜腻，因为我们整间店的人其实都不爱吃甜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把它做成比较减糖的。火龙果芋泥起司蛋饼，桃红色的外皮很吸引目光，滋味香甜软嫩，爆满的芋泥起司馅绵细不腻口，和饼皮特别对味。火龙果的饼皮很 Q 弹，然后但是它又是有点软嫩的口感，然后它跟外面的饼皮就是不是外面那种脆脆的饼皮，而且你吃得到火龙果的籽。芋泥其实需要加很多的油下去，它才不会干干的，但是它吃得出那种就是软绵，可是又不会过干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整个搭得很好。从生活中获得的点子，还有特色鸡腿排。是我们去居酒屋有一次吃到这个调味品，我们就觉得很惊艳，这个味道怎么那么好吃？日本的九州这个地方有这个专属，就是只有做这个调味。它里面的话就是有用到那个柚子皮跟青辣椒。抹上柚子胡椒调味料，腌制1天入味后，再烤出金黄的色泽。柚子香能够解肉的油腻，鲜香中散发清爽顺口，让人欲罢不能。很好吃，而且那个肉蛮嫩的，然后味道呢很够味。他们 po 上网，他觉得这是新鲜的，我儿子一定明天早上，即使他是6点下班，他也会等到7点他才来吃。店里的装潢基调以乡村风的浅绿为主，每天上午都坐满来享受早晨慢活的客人。对于客人用行动支持，两人心里满是感谢。每天都这样子，我们都这样去更新菜单，然后他们也都是这样不厌其烦的，每天都去看我们的粉丝专页，然后就是每一天都会到店里这样子支持我们，我会觉得蛮开心，就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好像真的还蛮多人喜欢的。靠着彩色饼皮和创新内馅，打出了好口碑，就像相辅相成的他们一样，1+1大于2，把美味加成到最大值，给客人更惊艳的味蕾感受。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。如果你喜欢吃芋头做的甜点，这家店值得一试哦。位于在台北市东区这家老字号的糕饼店，为了吸引年轻的客群，老板找来了年轻一代接手，把店里头过去热卖的芋头制品做成了芋泥泡芙，烤到了蓬松酥脆的外皮，里头灌入满满的芋泥馅，柔顺的口感搭配极酥极脆的饼皮，客人形容说吃了完全停不下来，果然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前来尝鲜。芋泥泡芙外皮烤到酥脆，融合香浓的芋泥馅，滑口不腻。芋泥派用料实在，香甜绵密，菠萝芋头酥口感很扎实。这家烘焙店简直让芋头控为之疯狂。他们不怕人吃啊，那个馅都做得很饱。以芋头为出发点，老板刘哲伟把叔叔经营超过30年的烘焙老店去无存菁，注入新思维。那我也是观察了很久，一家40年的老店，什么都做，我们大饼也做，月饼也做，外汇炒饭、炒面都做。我其实一直在观察这家店它的一个有特色的商品也好，或者是说它可以卖得比较久的。做面包又做外汇，老板叶永忠年纪大了，想退休，把老店交给年轻一代。虽然担心牵挂，但更多的是乐见其成。我很支持他，因为一楼本身就是我一直开创的东西。大
炸芋头质地香松，甲鲜芋头口感软 Q， 哪里的芋头盛产就选用哪地区的芋头。注意到说，这个芋头大家都来订生日蛋糕，为什么订生日蛋糕？芋头。每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，大家订什么？芋头酥。这个算是比较大众的客人在用。你一定要找一个能够让，应该讲铜板价了能够让人家来买，好吃再回来，他注意到你其他的商品，所以才会有芋泥泡芙的产生。刘哲伟曾经在甜点业担任生管，善于分析管理。从商品的角度出发，4年前他找出店里最畅销、最有卖点的芋头，做成芋泥泡芙。甜度的低也造就我们保存期限真的很短。我敢说，我们家的泡芙也好，或者是蛋糕也好，你不好好的保存它，它一定酸掉。我敢这么讲。